天王山之战打响，众神齐聚一堂，史诗级战斗较量，谁为尊，谁为强？我想没人可挡。他们用着自己的方式把控战场，但终将损失惨重，泰坦们重伤。Hey guys， 屁人嘛 ，Here 怪事卡，我是频道。在等待了12天后 ，The Fuckbone 在他的频道更新了73集第2部分。本集的内容不必多说，这无疑是疯狂了。该系列的顶尖战力泰坦终于迎来了与 G-Tot 的正面较量。本集全程高能战斗，请戴好护目镜。他们为了这场战斗的胜利，手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，许多从未见过的能力尽数上桌，使我们大饱眼福的同时，悲伤也扑面而来。请大家重新跟我回顾这集，我将带领你们了解其中发生的事情，并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前警戒，视频内容难保有说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，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。该部分的开始是紧接上个部分，三泰坦追击到了逃离的 G-Tot， 并开始对峙交流。这部分内容是上个部分也有的，重复了将近34秒的画面，相当于本集时长4分15秒，直接压缩到3分40秒左右。这部分片段我们就直接跳过，不过的赘述了，可以看我上个解析。此时 G-Tot 说了句为了科学家，看着他仍然没有从老人离去的悲伤中缓过来，就像泰坦监控说为了双腮监控一样，他们是拥有感情的。G-Tot 说完后，同时水箱装甲展开，炮管充能，战斗正式开始。G-Tot 是面向泰坦电视的，另外2个泰坦在他身后。我想除了对话的原因外，还有可能是他只将泰坦电视视作了同等对手，他的监控和泰坦影响不足以令他正面相待，从而没有面向他们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也拥有对付措施。此时双泰坦从后方率先发起攻击，注意看 G-Tot 的后方产生了能量护盾，说明这个护盾不是仅限核心面前，而是能环绕 G-Tot 自身任意方向，这也就成了他有恃无恐的原因。双泰坦的攻击只是稍稍引得 G-Tot 的侧目了一点点，很快就重新正视泰坦电视了。G-Tot 4发抵满，直接发射正中泰坦电视，但泰坦电视表现的若无其事一般。注意看，4发激光束击中的起始位置是泰坦电视腋下，但很快就被聚合吸引到了核心位置。此情此景与68集如出一辙，他这是吸收了到来的能量攻击。此时泰坦电视的电视头与紫刀电光冲刺特效，但这与 G-Tot 给的能量应该没有关系，在先前的对话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特征。可以看到泰坦电视划拉出紫刀时就出现了，我猜测这依然是高速运转后的结果，它的核心加速旋转了起来，以此用来产生更多的能量，就类似飞碟的飞盘高速运转时会有特效类似。在68集的电视头也有这样的特征，不过只是单个，在这里肩部也有了，说明它的电视可能已经开始严肃对待这场战斗了。此时它的电视持续吸收能量，同时释放红光。G-Tot 被迫闭眼，但没有全屏同步施展，效果有所折扣，所以抽搐幅度不大。我将是你最后见到的人，依然是狠话。此刻的泰坦电视张开双臂，仿佛在迎接自己的光辉时刻，但很快他就被打脸了。注意看，在 G-Tot 的激光被牵引吸收时，仍然没有停止输出，而是从核心中产出了一颗绿电交织的能量球。这是一种新的颜色能量球，看起来十分的健康。随着它慢慢飞往泰坦电视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。纵使在这颗能量球在靠近前，泰坦电视发觉到了，但已经近在眼前，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举动，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爆炸。这次爆炸后可以看到激光光束没有被击中了，红光也切断了。我猜测这颗绿色的能量球有着很大的破坏效果，从而使得泰坦电视产生僵直，或者说某种特殊的能力，比如禁用了核心的作用，亦或是使某处机械装置瘫痪。在这一击后，后面G-Tot面对2泰坦将近20秒的时间，泰坦电视也没有加入战斗，所以不排除有着使机械装置失效的可能，但这仅为猜测。中断红光后，G-Tot睁开双眼，甚至都没有看泰坦电视一眼，直接转向面对双泰坦，看样子很是自信。转身后的 G-Tot 首先开启护盾，抵挡了泰坦影响的攻击。或许出于某种原因，就像回合制攻击一样，泰坦影响中断了输出，换成了 G-Tot。可能是泰坦影响看到了打在护盾上，从而没有效果停止了吧。G-Tot 4发齐出，中间也掺了一颗绿球。随着这颗绿球飞出视野外，泰坦影响嗷嗷叫了一声，便没有了动静。与泰坦电视一样，在后面的将近20秒，泰坦影响也没有出现了。难道这颗球能产生巨大爆炸的同时真能瘫痪20秒？这点依然存疑。2次绿球的使用都没有看到他们在这20秒里在干什么，总不能在这关键时刻摸鱼吧？显然是有着什么让他们无法参与的原因。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写出你的猜测。他的监控终于上前了，他是用钳子拔掉了 G-Tot 一根炮管，随后 G-Tot 后撤几步，酝酿出了一颗紫球。这紫球的效果是控制，显然是想要故技重施，用对付3前飞碟的方法试图用来对付泰坦监控，但他的监控没有给老金面子，直接扒开谢绝了 G-Tot 的好意，并表示这招对我没
没用，这非常奇怪。在七射击中，吉托特使用这个手段时，泰坦们还没有抵达，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或许他应该不知道，可能他只是发现了先前2颗绿球产生了不属的效果，从而没有接住，而是扒开。吉托特见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，表情变得更加严肃。随后死马当活马医，三挺激光全出。但我们已经知道了泰坦监控武装了3000飞碟的钳子，这种能量的攻击显然不会有任何的作用。在这一幕可以看到嵌住的能量化成了一颗能量球。吉托特可能不知道，泰坦监控已经在70级就查看了钳子的使用说明书，所以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。此时泰坦电视恢复了，他终于过完了难熬的20秒。吉托特见状满脸惊讶，与先前双泰坦在背后发起攻击时的表情产生了鲜明的对比。可能真像我们臆想那样，只有泰坦电视能使他正视起来。此时吉托特正在全力输出泰坦监控，背后却有个更大的威胁。泰坦电视大叫给我过来，随后喷气动力装置启动飞不过去，但吉托特反应十分的迅速，他果断中断输出，侧身了一些，这才导致泰坦电视扑了个空。不过在空中时，似乎子刀刀尖位置碰到了吉托特前方的挡板，同时带掉了一根炮管，所以这里产生了一团黑烟。泰坦电视由于扑了个空，导致摔在了地上，十分的难堪。注意看，此处有着明显的绿色光点，而绿色光点我们不是第一次见了，之前都代表神秘人，这里可能也是，但我不确定，因为几乎没有看到神秘人的人影，且这次的光点异常巨大，很难想到这样做的用意。这个绿光较远，所以没有对拍者产生干扰。上集我们知道的神秘人全程在场，这里出现的诡异绿光以及绿色的能量球，极大可能是神秘人插手的这场战斗。试想猜测一下，我们都知道绿色代表神秘人，假设绿色能量球是出自神秘人的手笔，那么就能说通一些事情。可能神秘人通过某种方式连线过吉托特，赋予了绿球这样的能力，从而使其不会在这场战斗中嘎掉。从绿球的表现能力来看，很可能是瘫痪，类似于赋予粉修哥设备一样，绿光和干扰与瘫痪，这就能说通泰坦电视和泰坦影响为什么挂机了20秒。假设如果成立，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或许依然是前面铺垫的威胁。虽然这个话题已经出现了很多次，但每次都让人感觉希望更大的一步。可能神秘人需要吉托特一起来对抗飞碟这个强大的派系。目前而言，飞碟所展示出的实力，无论是联盟还是厕所，如果单拿一方来对抗飞碟，可能无法匹敌。所以神秘人是想将厕所和联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。但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很难理解到为什么要铲除老登。难道仅是老登与神秘人没有谈妥？从吉托特说为了老登的话语来看，这个科学家在他心中的位置肯定不低，就像泰坦监控心中的双筛监控一样。面对神秘人刚计划嘎掉了老登，下一步又来找老纪合作，这样的转变可能觉得来得太快，那这就需要一个充分理由来转变态度。这个契机或许就是上级的3000飞碟了，其表现的能力已经令吉托特这个量级的单位都感到乏力。吉托特意识到了威胁，再加上目前飞碟的目标还在吉托特身上，从而达成合作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也不排除是我过度解读了。总的来说，他们间肯定有着关联，不然吉托特在后面也不会说泰坦电视需要他了。或许在未来的全集版以及季版中补充。我们继续，泰坦监控将聚合的能量还给了吉托特，但吉托特吃了这一击反而放肆大笑，这非常奇怪。注意看，他没有在泰坦监控扑空后大笑，而是吃了泰坦监控一击后大笑。由此我只想到了一个理由，那就是这颗能量球击中吉托特后所产生的能量被吉托特反吸收了。从这个爆炸效果来看，有点像被吸进了核心。除此之外，我很难想到其他的了。吉托特目前仅剩2根管子，却还在用力输出泰坦监控，难不成他是想撑爆泰坦监控？之前3000飞碟被刺猬碎嵌住能量时，吉托特会及时收手，这里表现大相径庭。不太清楚这样做的原因，如果你们知道可以告诉我。泰坦影响也挂机结束了，吉托特察觉后十分的震惊。泰坦影响从后方发起攻击，带走了吉托特后方的飞行背包，导致从空中坠落下来，开始近身肉搏。可以看到他似乎是蓄力一击，所以产生的效果比较大。在落地后，泰坦影响欲再次蓄力，但吉托特咬住了泰坦影响左臂手炮，并完成了缴械。好在右手炮攻击成功，再配合核心冲击施展，但仍然没起多大效果。吉托特的头甚至都要比肩泰坦影响的体型了，一个头锤就将泰坦影响击飞，差距十分的显著。能爬起来的泰坦影响爬了起来，出于某种原因，他站起来之后就开始呐喊，仿佛在宣泄某种愤怒，亦或是在等着什么。此时左侧出来个寄生厕所，顺利的完成了夺射，这一切看起来非常顺理成章。注意看，此时有2道紫色激光射过，但没有生效，且瞄边幅度较大，可能是距离较远，泰坦电视没有命中，也可能是细节渲染问题，因为这只是一闪而过的短暂。此时泰坦电视从右边黑烟传送过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摔了一跤导致出现了
了某种问题。从刚刚摔跤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25秒，也就是说，刚刚泰坦影响在独自对付基托特时，两个泰坦都在挂机，他们基本各自浪费了20秒。很难想象泰坦们在配合上出现了如此大的纰漏，我想他们可能对于这场战斗的把握稳操胜券了，但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，甚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此时泰坦影响已经被寄生了，能看到核心颜色由红变黄的过程。你可真会给我惹麻烦！泰坦电视显然对于这一幕还在记着，上次67集已经告诉你别搞我了，又来试吧。随后泰坦影响开始走 A， 但无奈键盘前的寄生厕所技术太菜，往脸上走。泰坦电视一巴掌将其呼了下来，他又得给泰坦影响加深印象了。看到这一幕，老纪乐开了花，直呼晚上给寄生厕所加餐。正当他转头准备对付泰坦监控时，他的监控飞行靠近，直接钳住，扬言你是我的，再将基托特一把按在地板上，随后补上2道激光持续压制。如果持续这样下去，战斗无疑就结束了。但基托特依然贯彻小弟数量多的优势，这招屡试不爽。可以看到他的监控后方出现了上部分展示的机油剑子厕所，他向泰坦监控探头后方丢出了一个哑铃或者某种手雷的投掷武器，很快就产生了黄色电流，并引发了爆炸，导致起火。泰坦监控将其揪出，试图一脚踩扁，但机油剑厕所躲开了。此时泰坦监控的钳子仍然还在持续压制基托特，厕所也没给他机会。很快又一个钻地带油桶的厕所出现了，他用4只机械臂牢牢抱住了泰坦监控的大腿，同时自身的油桶开始旋转。泰坦监控欲将其摘下，但发生了瞠目结舌的一幕，就像是拉了拉环式的手雷，马上就引发了爆炸，且波及效果非常广。只见扭曲的画面里零件满天飞，拍者也就是女监控也因为这爆炸损失了1条手臂。泰坦监控手掌炸得露出了机械骨骼。在爆炸结束后，泰坦监控似乎还看了拍摄者一眼。这爆炸是在泰坦监控脚下产生的，纵使有着身体强度的优势，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。我想我之前在预告的猜测还是过于保守了，没有想到腿部会残损的可能。此时基托特别提有多开心了，虽然他失去了眼泡，但不影响他接下来的动作。随着大嗓门几声，直接扯下泰坦监控右键键炮，同时撞击泰坦监控。从这个姿势来看，腿部残缺的概率很大，已经无法维持身体的平衡。随后他嵌住了基托特，以此来抵抗靠近。回收预告图，看他笑得多开心。下一幕果然如我预测一致，近身激光无法躲避，纵使钳住了也无可奈何。此时泰坦影响来了，很显然在泰坦监控与基托特交战期间，泰坦电视已经完成了对泰坦影响的解除寄生。注意看，它的音响点亮了灯光，且核心四周有能量冲刺，这样的表现在70集见到过。泰坦电视果然又给泰坦影响冲了蓝。在得到征服后，泰坦影响手持不知道哪里出现的匕首，直接致盲50%基托特，同时投喂了数个圆圆的东西。谁知基托特并没有领取这份好意，一个头锤直接掀翻了泰坦影响，梅开2度摔了下去。见泰坦影响僵直趴下了，基托特彻底放飞自我，疯狂肘击泰坦影响，使其持续发出声响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这里算是恶搞片段反向版。基托特继续补上激光输出哦，泰坦影响硬扛之下使用声波。不过在先前的肘击加上激光之下，他的身体配件持续掉落，几乎快要恢复出厂设置了，只有头部音响可供使用，自我对波左变速，哪怕是声波也是如此。再加上激光输出没有中断，导致胜利的天平渐渐往基托特倾斜。基托特再次近身持续拆解泰坦影响，他露出了无法言语的笑容，似乎想要扒光泰坦影响，一种曼妙的身姿在战场荡漾。很难想象基托特还有这样的一面。泰坦电视从后方出现，他刚刚又去干嘛了呢？为什么总是一个一个上？这个难猜测。相较之前的战斗配合而言，这次的战斗很难，但总感觉缺失了一些什么。泰坦电视上来就是3连2刀1爪刀，卸掉了基托特一根炮管以及划伤了外表。在此情景下，基托特再次发言，声称等等，你需要我。但泰坦电视目标很明确，只需要你的头，现在去搞。随后再次飞扑过去，但梅开2度依然扑了个空。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基托特躲开了。泰坦电视见状啥也没有，转身后直接全屏同步红光施展，基托特不得不眯眼抵抗，但他仅剩1只眼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减半的说法。看他抽搐的样子，没有以前那么抽象。此时并排厕所拖着个集装箱出来，果然会有集装箱折返回来，但只是一个，不是全部。那么加上上集掉落的一个，就是2个了。紧接着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，基托特似乎克服了红光带来的控制和伤害，并能睁眼说话了。他的瞳孔似乎有了一些变化。那么我有一个猜测，可能电视的眩光并不是除了镜片外无法免疫，
忆，或许就类似我们的眼睛一样，有着适应光的能力。就比如我们从环境昏暗的地方走向太阳底下很刺眼一样，随着时间的适应就会自动调节，从而将影响缩小。不排除这里的 Gittot 也是，但这仅为猜测。他现在看起来很正常，感觉红光已经不能对现在的他起效果了。随后他说了句我会活下来，便脱落了两侧的配件。可以看到配件脱落后，侧面有着某种装置吸引着两个集装箱，集装箱自行裂开并露出了里面装载的东西，同时牵引安装到了 Gittot 的两侧，完成了拼接。我们在之前已经得知这是科学家未完成的装置啊，没想到是个推进飞行器。有了它之后 Gittot 又可以飞行了，它的核心产生的护盾也变得更大更宽。但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只是个飞行的作用，不然这看起来太小题大做了，还需要 Gittot 亲自护送，且处处都在表示它的重要性。如果仅凭飞行器力学，那无疑是不具说服性的，可能还具备某种没有展示的作用，不过在没有展示前不好猜测。 Gittot 起身后顶顿撞到了泰坦电视，没有过多停留，转身就飞走了。他又跑路成功了，为此联盟付出了2位泰坦生死不明，也没能留下他。顿时泰坦电视愤从胆边生，怒从心中烧，打倒了没有招惹任何人的大楼，并露出了全新愤怒表情包。看样子这次他是真愤怒了，从他遁走的黑烟就能感受得到，里面充斥的不是以前的白色闪电了，而是它的主题色紫色。很显然，这波打斗下来给人的感觉无疑是史诗的，但结果却是悲惨的。双泰坦目前应该是重伤了，他的影响几乎成为了光棍儿，连头部影响都快散架了，而他的监控更是重量级，交叉断胳膊少腿，手臂也被炸得露出了机械骨骼。我想短时间内他们将难以恢复。在之前的问答中提到过，除非他们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事情，否则会继续追击逃跑的厕所。显然他们遇到了，且此时已经不具备应有的战斗能力，或许该返场维修了，不知道这次需要多长时间。然后泰坦电视，他在愤怒之下不管双泰坦黑暗传走，很大概率是又去追击了。74级将是劲爆了，希望不要倒过来，74变47。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，那么联盟就会再次进入黑暗时刻。但故事后续要怎么发展，我觉得要等到74级看了就有大致方向。如果泰坦电视没有出事，可能真会与厕所达成合作。Gittot所言的你需要我肯定不是空穴来风，但这都仅为猜测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 Peaceman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